男子翻开垃圾箱后，却在里面发现了2只长得像老鼠的动物。2个小家伙顿时被吓了一跳，惊恐的小眼神一直望着男子，这可把他高兴坏了。想不到自己居然捡到2只嘤嘤怪，还没等小水獭回过神来，男子直接一把将他捞起。被抓起的小家伙吓得四肢蜷缩，一动也不敢动，样子真是可爱极了。小水獭一脸嫌弃地看着男子，如果家里没矿的话，我劝你最好还是把我们放回原位。此时捡到水獭的男子也是格外激动，对着镜头不断的炫耀，但2个小家伙却待不住了，他们只想尽快逃离男子的手掌，然后乖乖的回到原地等着妈妈回来。可没曾想男子是个急性子，一转眼的功夫就将他们请回了家里。小水獭一脸蒙圈，这下可彻底和老母亲走失了。男子随后为小家伙称了体重，仔细一看足足有500多克，而另一只小水獭看样子是个弟弟，体重比上一只少了100多克。体检完成后，男子将他们放进了小窝，可小水獭却是一脸的不满，用埋怨的小眼神一直看着小哥。由于回来比较匆忙，男子只好先用小狗吃的奶粉来招待他们。因为担心2个小家伙吃不饱，他还特意放了一把狗粮进去，然后用搅拌机打碎，这样一大杯营养餐就做好了。接着男子将奶瓶放进微波炉进行加热，将温和的奶瓶取出后，他高兴地把小水獭捧在手里，这呆萌的样子着实让人心动。此时觉得小水獭可爱的扣666。随后男子将奶嘴放入小水獭口中，刚开始小家伙还不太适应，不过很快他就大口地喝了起来。看见小水獭吃得这么香，小哥也很欣慰。几天后，男子带他们来到了一处水池边，由于没有太多游泳的经验，小水獭显得有些害怕，在岸边不停地打量着。看到这种情况，男子也是哭笑不得，水獭难道也会怕水吗？没办法，他只好在水里不断鼓励他们。最终一只小水獭勇敢地冲进了水里，看来他们只是缺少一点胆量而已，毕竟游泳是水獭与生俱来的本领。2只嘤嘤怪在水中欢快地与男子玩耍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，2只小水獭与男子的关系越来越好，他们总是黏着小哥，似乎将小哥当成了自己的妈妈。几个月后，小水獭长大了许多，现在他们已经断奶了。今天男子买了一袋小鱼回家，准备让小家伙们练习捕鱼技巧。由于缺少母亲的教导，目前小水獭还没有捕食经验，虽然他们在水中动作敏捷，但忙活了半天却一条小鱼也没抓到。直到几只鱼儿没了力气，小水獭才好不容易将鱼儿抓获。随着不断的练习，他们开始慢慢掌握了捕鱼技巧，水池的小鱼不久就没剩几条了。现在2只小家伙已经和男子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，最后希望他们能一直快乐的生活下去。小女孩不断擦拭眼角的泪水，嘴里不停念叨着对不起。受伤的猫咪获救了，可女孩却哭得很伤心，因为这是她第一次欺骗自己最好的朋友。8岁女孩与猫之间上演了一段童话般的感人故事。女孩名叫贝娜，3年前她跟随父母来到乡下居住，性格内向的她没有交到任何朋友，贝娜感到很孤独。就在这时，一只猫走进了她的世界，她每天陪女孩玩耍，逗她开心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们也成为了彼此最好的朋友。女孩给她取名小五。小五的出现不但治愈了女孩孤独的内心，同时也陪伴她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。然而就在半月前，小五却突然消失了。贝娜围着附近找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在一间废弃的小屋中，她终于发现了受伤的小五。原来猫咪的前脚被捕鼠夹夹住了，她痛哭流涕地抱着它寻求帮助。虽然最后小五被成功解救了，可这一刻她的内心却发生了变化。自从小五逃走后，她就一直躲在房子的屋檐下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他们之间有了隔阂。她开始封闭自己的内心，对人类有了高度的警惕性。但贝娜始终相信他们之间的友谊，因为猫咪是她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朋友。每天放学后，她都会过来陪伴小五，就如同3年前她陪伴女孩一样。由于无法靠近猫咪，贝娜只能将消炎药搅拌在食物中，然后将食物带给自己的好朋友。在贝娜日复一日的坚持下，小五最终对她打开了心扉。当听见贝娜的声音后，他马上从屋檐下爬了出来。此时我们可以看到猫咪的一条腿已经无法正常行走，它大口吃着碗里的猫粮。看见这一幕的贝娜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因为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。当路上有经过的陌生人时，小五还是会很害怕地躲回屋檐下，或许他还是无法摆脱心里的阴影。之后贝娜每天放学回来都会来探望他，但只有4周安静下来时，小五才敢小心翼翼地走出来。可当贝娜想伸手抚摸他时，小五却警惕地躲开了。几天后，在热心邻居的帮助下，贝娜第一次爬上屋顶。听见贝娜的声音后，小五慢慢走了出来，他倒在地上撒起了娇。这一刻，他对女孩终于敞开了心扉，友谊之光再次照亮了他们彼此的内心，而贝娜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夜晚气温骤降，贝娜特意找了一条粉色的毛毯，随后将毛毯送给了屋檐下的朋友。一条小小的毛毯此时却散发着炙热的温暖。从此以后，贝娜每天放学后都来探望小五，只要听见女孩的声音，猫咪马上就会跑出来迎接自己的好朋友，然后陪着女孩一起嬉戏玩耍。或许在猫咪的世界里，只有女孩对自己最好。为了帮猫咪治疗腿部的伤，救援队打算通过诱捕的方式来进行救援。在贝娜几声的呼唤后，小五慢慢走出了屋檐下。
接着一点点朝着女孩的方向走去。在贝娜不断的指引下，小五顺利的走进了笼内。随着笼门的关闭，猫咪也被成功救援，而它似乎受到了惊吓，不断用身体撞击着玻璃。看到这一幕的贝娜心疼的流下了眼泪，她一边哭泣一边说着对不起。女孩觉得自己欺骗了最好的朋友，辜负了她的信任。在贝娜的安抚下，小五也变得安静下来。虽然猫咪顺利获救了，可女孩却流下了自责的泪水。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，小猫被送往了宠物医院。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，医生表示猫咪需要进行截肢手术。得知这一消息的贝娜有些失落，她来到朋友面前，不断安慰着他，并告诉对方自己会一直陪伴在他身边。2年后，小女孩长高了许多，她依旧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来找自己的老朋友，而猫咪也会默契地等着女孩。还是同样的屋檐下，一切似乎没有变化，一切仿佛又变得不一样了。看得出贝娜和猫咪的感情更深厚了，他们都把彼此当成了最好的朋友。第二天，当女孩再次来看望猫咪时，屋檐下却意外多出了几只小猫。贝娜开心地告诉我们，小五已经成家了，黑色的猫咪是她的丈夫，而另外2只是他们的孩子，一只是黑色的和公猫很像，而另一只长得和小五一模一样。现在小五过得很幸福，有爱人相伴，一家4口开心地生活在一起，而他们也对女孩格外亲密，因为一直是贝娜在照顾小五一家。如果哪天女孩没有来，小五就会在屋檐上望着远方，一直等到太阳落山。夜晚时，小五带着一家人来到了贝娜的家里，几只猫咪乖乖地守在女孩的窗外，直到天亮，它们还在房顶不肯离去。清晨一大早，贝娜打开窗户就看见猫咪蹲守在窗外，她高兴地开始为它们准备早餐。贝娜说，小五会经常带着她的家人来看自己，每当情绪低落的时候，她总会想方设法逗自己开心。从最初的相识到此刻的彼此挂念，猫咪的陪伴贯穿了女孩的整个童年。她也从那个性格内向的小女孩蜕变成了开朗乐观的贝娜。现在她的脸上有笑，心里有光。贝娜和猫的事迹在当地很快传为一段佳话。救援队送给了女孩一份特殊的礼物，大家准备在女孩家的楼顶为她打造一个猫咪游乐场。她笑着说道，小五肯定很喜欢这些玩具。下午时分，几只猫咪出现在了楼顶。第一次接触这些玩具的小五很是好奇。从此以后，猫咪一家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专属乐园。记者问女孩为什么不把小五留在家中，女孩说，我当然希望把他永远留在身边，可我更希望他能拥有自由和选择的权利。小五是我最好的朋友。5年后，当节目组再次找到贝娜时，她已经从那个天真的女孩变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。记者随即询问了小五的情况，原来几年前由于上学原因，她不得不从乡下搬到千里之外的城市。女孩从母亲口中得知，自从贝娜离开后，小五每天都在楼顶守着，直到1年后，她便再也没有出现了。她最后一次与小五的相见是4年前的夏天。女孩说，她在村子里找了无数遍，但却怎么也找不到小五的身影。她猜测小五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。现在贝娜也会经常喂养一些流浪猫。女孩告诉我们，她不会忘记他们之间的友谊，因为10年前学校里的同学都疏远嘲笑自己，只有一只流浪猫愿意和她成为朋友。她会永远感恩和铭记这份友情。动物会无条件爱人，而这样的人并不多。或许在很多人看来，宠物存在的意义只是陪伴，但我想对于贝娜而言，一只猫不但治愈了她童年内心的孤单和自卑，也对于她的整个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而贝娜的善良也为猫咪带去了生活中的温暖。跨越种族的友谊让他们彼此温暖，相互治愈。相信内心充满爱的人，最后同样也会得到爱的回馈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是一座猫比人多100倍的岛屿，岛内生活着数万只猫咪。如果你喜欢猫咪，那这里简直是你的天堂。一眼望去，数不尽的猫会治愈你所有不好的心情。宁静又祥和的小岛上大约住着几万只猫咪。这座浮桥是通往岛内的必经之路。当游客登上岸边的那一刻，猫大队会拿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来迎接每一位客人。一些志愿者会定期为猫咪们送来食物，这时候便是猫们最开心的时候了。他们会在几秒内快速聚集，然后紧紧跟在志愿者的身后。虽然猫的队伍们十分庞大，但岛内的猫咪对人类却十分友好。它们不仅性格温顺，对人们也很信任。在岛上的任何角落，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尽情撸猫。一位大叔告诉我们，这里的居民平时靠打鱼为生。之前岛上的老鼠泛滥成灾，渔民晾晒的渔网总是被老鼠咬破，于是家家户户开始养猫。由于岛内的环境非常适合猫咪繁殖，它们的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多。当地居民说，现在已经很多年没看见过老鼠了。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搬离了这里，大量被遗弃的猫咪成了小流浪。就这样，原本只有几百只猫咪的岛屿上，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数万只规模。它们也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岛屿的主人。小猫们在这里生活的十分悠闲，除了午后惬意的享受日光浴，它们也喜欢在海边欣赏风景。原本日渐衰落的小岛却因它们的存在而焕发生机。岛内随处可见的猫咪是这座远离繁华的小岛上独有的特色。这里的每户人家都会在院子前放上一个大桶，以供猫咪饮用。对于岛上的钓鱼爱好者来说，最不缺的就是陪伴了。
因为总是会有2只猫咪默默伴随你的左右。只要看到鱼儿上钩，猫猫们就会果断出手，然后高兴地跑到一旁分享美味。小哥说自己经常钓鱼给他们吃，在岛上最不缺的就是鱼。平时渔民们打鱼回来后，都会拿出一条最肥的鱼来分给他们，而猫咪们也会乖乖的在一旁等候，用可怜巴巴的小眼神等着分鱼。如果你看到100只猫猫围观的场景，那一定是某户人家在给猫咪们分鱼吃。久而久之，这也成为了当地的一种传统。分鱼越多，渔业越旺。这只猫咪因为思考今晚约会的地点，而忽略了近在眼前的生鱼片。等到它回过神的时候，食物已经没了。但好在今天的鱼肉足够多。随着大叔手臂一挥，猫猫大队迅速一拥而上。在猫咪的世界中，也有残酷的斗争。强壮的猫咪往往能分到更多的食物。显然，这只白猫相比其他猫咪大了一圈。但是对于年幼的小猫，大家都会额外分出一部分食物来喂养。奶奶告诉我们，这里的每户人家都会有固定的一批猫，很多小猫都是奶奶看着长大的。所以它们对奶奶十分依赖，平时总是喜欢围绕在奶奶身边。由于猫猫们长期与人类相处，所以岛上的猫咪都很亲人。它们不但治愈了老人们孤单的内心，同时也给了老人晚年最珍贵的陪伴。而人们的爱心也为它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。毕竟谁会拒绝一大群向你奔来的小可爱呢？也因为岛上这些众多的猫咪，这座小岛上每年都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旅游，直接带动了整个产业的高速发展。当地的旅游部门特意为猫猫们请来宠物医生定期进行体检，在这里他们拥有的不再是虐待和流浪，自由和幸福是每个生灵的权利和追求。或许这才是人与动物相处最好的画面。最后希望猫咪们能一直开心快乐的生活下去。如果有机会，你会选择去猫岛看看吗？